简单演示一下美国银行的支票如何去填写。如果说我们在使用美国银行的过程中没有按照美国人的使用习惯来操作，那么很容易账户就会被风控关掉。用支票进行大额转账是非常安全的，不会导致账户被风控。通过支票我们可以实现存款、转账、支付，而且支票是完全没有任何手续费的。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向大家介绍了很多美国银行的开户方法，无论是自己 DIY 在网上申请，还是付费找代理申请，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播放列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方法。美国银行账户开户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使用，因为无论是哪个美国银行，他们的风控相对于中国的银行都是比较严格的。如果说我们在使用美国银行的过程中没有按照美国人的使用习惯来操作，那么很容易账户就会被风控关掉。最常见的一些比较容易触发风控的操作是资金快进快出。什么是快进快出呢？就是我今天收到一笔1万美元的存款，然后我马上就通过网银把它电汇给别人，或者说电汇给自己的其他账户。这种行为在中国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美国银行那边看起来是有严重的洗钱的嫌疑。美国人一般很少去使用电汇转账，无论是小额的转账还是大额的消费，大部分美国人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支票。通过支票我们可以实现存款、转账、支付，而且支票是完全没有任何手续费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用支票进行大额转账是非常安全的，不会导致账户被风控。另外，很多银行它本身的支票本是免费的，比如说我之前向大家介绍的 Access 美国银行，它是会送4本这样的支票，一共是有200张。如果说大家看到我的教程去开了嘉信理财的账户，它也会送200张支票，这些都是免费的。另外 BOA 也是有支票的，但是需要我们花钱去购买。写支票、存支票虽然好，但是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小伙伴不清楚这个支票到底要怎么样去写。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去简单演示一下美国银行的支票如何去填写。我们自己去写支票一般都是个人支票，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支票。现在在我面前的是2家银行的支票，这个很大的一本是 Access 美国银行的，它一共是提供了4本支票。这边的话是嘉信理财的支票，它一共是2本支票。另外还有一个是支票记录本，还有就是美国银行，因为它的支票订购是要钱的，所以说我没有去订购。Access 美国银行和嘉信理财都是免费提供支票，也够用了。首先来演示一下 Access 美国银行的支票如何去填写。个人支票填写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在支票的左上角会有我们的名字还有地址，右边这里是支票的编号，我们从上到下开始填写。首先这边的话去填写我们开支票的日期，要注意美国的日期格式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是2022年12月8号，就写12-08-2022。另外这个日期我们也可以写未来的某一天，支票只有在这个日期之后才可以去兑换，比如说一些预付款，或者说我们交房租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去写未来的日期。这边的话去写支付给谁，比如说我这张支票是写给我自己的，那么我就去填写一下我自己的名字，然后这边的方框去填写一下金额，比如说1000美元是这样去写的，注意不要省略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下面这里去填写1000的英文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写一下美分，我们是1000元整，我们就写00-100，就是0美分的意思。如果是31美分就写31-100。在下面这里去填写这张支票的用途，比如说我这个是买吃的东西的支票，或者说买游戏的一个支票都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选择不写。最后在这里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名的话不需要是正体，但尽量要和自己开户时候预留的签名笔记是一致的，笔记不一致的话银行是有权拒付的。这样的话一张支票就写好了，非常的简单，1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这张支票写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给到收款人了，让他去银行或者 ATM 或者手机银行去存入了。比如说我这个是写给自己的，我就可以用手机银行 APP 扫描这个支票，直接存入到我的其他银行账户。下面向大家演示如何用手机银行拍照存入支票。拿到这张支票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收款人的名字，一定要是自己的名字才能存得进去，如果不是自己名字的支票是存不进去的。然后我们需要在背面去写一个背书，比如说我们要存到 BOE 美国银行，我们是需要在后面写上这样一段话，仅用于美国银行存款，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需要背书，比如说支票存入嘉信理财就可以直接扫描，不需要背书。下面我们以嘉信理财为例，演示一下如何用手机 APP 扫描支票存入。我们打开嘉信理财的 APP， 登录后点击更多，选择存款。嘉信理财是可以一个身份开多个账户的，比如说我就开了2个账户，一个用于长期投资，另外一个账户专门用来炒短线。下面输入要存入的支票的金额，每个银行存支票的限额是不同的，比如说 BOE 每周只能存2500美元的支票，超额就无法存入。嘉信理财的限额比较高，每日最多可以存25000美元。下面是支票的正反面拍照，拍完之后点击预览，选一下金额还有照片，没有问题点击存入就可以了。如果是工作日下午4点之前的操作存入，当天就可以到账，这点还是比较快的。当然不同银行的到账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像 BOE 美国银行是第2个工作日到账。如果说这张支票我发现我写错了，或者说我想要把它作废掉，要怎么操作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需要把支票的金额划掉，还有签字也划掉，然后整张支票上面去打叉，写上 VOD， 也就是无效的意思。那么这张支票就作废了，别人就没有办法去继续存入了。如果说大家要给自己的其他银行或者说亲朋好友去转账的话，最推荐的话就是通过写支票的这种方式，方便快速，最重要的是不会被风控。另外关于支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空白的支票给别人，或者把支票本搞丢了，这样的话别人会拿着这个支票随意去填写金额去兑现。虽然说如果我们发现不是自己写的支票扣款，我们可以申诉，而且钱基本上都是可以追回来的，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麻烦挺糟心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支票。以上就是关于个人如何去填写支票的演示教程，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找代理渠道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关于本期视频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